今天来了一个美国人，他把这个 tattoo 在他这里，其实这就是我。我决定给他永远免费的那个，他到全球去吃艾斯玛去吃，因为太感动了。我叫 Frank， 我出生在1967年，然后我们经营的 Ice Monster 是从1997年开始经营到现在，我们经营到目前为止应该是20年。那个吃冰呢，是每个人都小孩子都喜欢的一个食物，当然就是不过在我那个年代呢，是没有所谓的水果去做成的冰，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那些食物哦。开始创业也是做冰品，那冰品呢，当时一开始并没有做水果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卖的东西其实跟市场上是一样的，那这市场上其实并不缺我们这家店的一个存在，所以当时我的确碰到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我花了很多的钱去开了一个店，但是我发现我是每天都在赔钱，我一年就大概赔了400多万的台币，当时是非常多的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一天工作18个小时，最差的营业额一天是台币1298块钱。我面临的一个抉择就是关店，还是要给自己 one more chance， 再一次机会。所以当时我就考虑了很久，我决定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那这一次机会做不成就不干，那我就必须要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当有这个 idea 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时候呢，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回来了。我开始想着我最喜欢什么，那我就开始想，对，我最喜欢水果，那我是不是应该用水果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最喜欢的水果的品种又是什么？芒果。所以在20年前就做了一盘全世界第一盘芒果冰。那芒果冰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没有人吃的，有客人到我们店里来的时候呢，他们通常都点红豆牛奶啊、花生牛奶啊、绿豆啊什么，然后我通常都会说，那我有一个新的冰品，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什么东西啊？我就会跟他说是芒果冰，他说 no， 因为 never heard of it， 所以他们不会去尝试，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没有关系，你点什么东西我送你一次，所以我刚推出来那1个月到2个月，我是用送的。我是想证明一件事情，说我小时候这样吃芒果的方式，加上冰，可不可以让别人接受？所以我都用送的。结果没想到我送了大概2个礼拜，开始，那个客人就，他们一吃就觉得，这什么东西？我说芒果冰啊，所以。那时候芒果冰就20年前就有芒果冰这个字出来，一个客人拉3个到5个，那其他的3个到5个再拉3到5个，所以我芒果冰推出大概1个月之后，我的店就从当时我的店是在一个很有名那个 Yonge Street 那里，在那边是我才短大1个半月吧，我是从那个店那条街上生意最差的店变成就排队的店，从1个半月后开始就一直排到现在吧，所以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试看你的 idea 是可不可以成功。那我当然很 lucky， 就芒果冰就让我重新又把这个事业拉回起点，那一直做到现在。我从小在茶园还有水果园里面长大。当然，这个对我的日后的影响应该是很大，因为我从小就对很多的一些水果，甚至农作物那些比较感兴趣。过去10几20年呢，我在前10年的工作几乎都是在全台湾的一些 farm 那边去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隔了一条河，那这2边都是种芒果，但是呢，它的品种也一样。但因为它的土地的成分不一样，所以这边的芒果就比这边好很多，所以它的价钱就很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我过去10几年都在交流，在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从他们的身上了解说全国的
全台湾的各种水果的最好的 area 分别是在哪里。我要我的冰呢，放到嘴巴里面它就融化了，它不会像 ice cream 这么的冰，也不会像 shave ice 这么粗，它就是放到嘴巴里面就融化了。这个冰它是在夏天可以吃，它在冬天更适合吃，然后也可以在里面吃到 fresh fruits 的感觉。我们这边是85%以上都是 fresh mango 去做成的那个 ice break， 因为我需要它。我希望它所呈现出来的味道就是很新鲜的，让你吃得到水果。但是呢，因为同行竞争，因为这样子它的 cost 是很高的，很多的 copy 我们的东西的人，他们就不放水果在里面了，他们就放一些 artificial 的一些什么香料啊，可能有些消费者吃不出来，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消费者他是吃得出来的，因为他们嘴巴大概是骗不了人的，所以我们还是仍然坚持。even 是这样子，我们赚的利润不是很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朝着这方向走。消费者他会打击你的信心，但是他也可以给你很多信心。其实做生意的一个荣誉感跟使命感是来自于消费者给你的。你看到这么多人去 support 你的东西的时候，你自然对这个东西你会有一些想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我要让它变成是一个 brand。因为我卖的是什么？我卖的是台湾的水果。当时我的那个，我所设定我自己未来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而且 Ice Monster 是要变成什么样？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过。你越让你的客人透过你的东西去感受到那个食物的一个美跟好跟自然的感受，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我希望说他在这边能够因为小小的一个东西获得一个 simply happiness， 这对我来讲就够了。45秒，我们的规定是45秒。刚开始新进人员大概做一盘冰大概要5分钟，我们就一直压缩，要求大概在1分钟到45秒内一定要完成，而且它所 shape 下来的那个冰的那个粗细。一定要合乎标准，如果不够，不行，太粗就丢掉。因为它那个粗细其实是影响到你吃的那个甜度跟感受性。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翡翠青柠，因为它里面蕴含了很多台湾的农产品最多，因为它里面有台湾的柠檬、台湾的绿茶。台湾的芒果，还有台湾的柳丁，还有台湾的爱玉，都在那盘冰里面。所以那盘冰很清淡，但是它却是很有层次，在里面可以吃到台湾从南到北的一个。因为可能大家没有这种感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亲自去找的，所以当我在吃那盘冰的时候，我等于是台湾走了一圈。它那个 view 是在我那个 picture 是在我脑袋里面，所以我对那盘冰是比较特别有感情。它那是我们上个月才推出来的，我是把黑跟白这两个东西把它 mix 在一起。我用那个 sesame 黑的跟白的，我希望说，其实 life 是需要有 balance 的那种概念，而且这里面这两样东西都是 very healthy 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东西。本来是想说取那个叫 Ice Master， 可是想想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太高调，而且我也不太好意思，所以我就干脆我想一想，我看看我自己的长相，我就觉得，那你干脆把它改成 Monster 啊，所以就 Ice Monster 就来，就因为这样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